蓝忘机学长呀，你们不是很好的兄弟吗？我曾问过他为什么总来音乐学院的名人墙，他说他来看一位很要好的朋友。蓝湛怎么会有我的证件照？蓝湛经常看我的夺冠照。这信息量太大，他一时间有些消化不了，含糊地点着头，边往出走边想着这些事，心里的疑虑越来越大。掏出手机打电话给聂怀桑，约在学校附近的饭店见面，心想有些事还是问问比较好，逃避解决不了问题。去地下停车场取车时，他看到了一位神似蓝忘机的人。那个人自打看见他起，就一直冲他笑，莫名其妙的。魏无羡的视线上下扫了一番，才想起这是前段时间在蓝忘机家里看到的那个人，好像是蓝忘机的哥哥，怪不得看起来眼熟呢。礼貌性的回应了一个微笑，他又觉得不对劲，心想为什么他看我的眼神也这么怪？回头看了看，这个方向除了他确实没有别人。一立间，那人打开了车门，一条修长的腿自车里迈了出来，心砰的剧烈跳动了一下。下一秒，蓝忘机已经走了过来。魏无羡挠了挠头，两只胳膊搭在车上，蓝湛，没想到你也来参加校庆了。对方微微点了头，视线落在衣兜里露出一截的邀请卡上，你这是要走？约了怀桑吃饭，刚准备走。蓝忘机淡淡的了一声，哪家？真是无巧不成书啊，聊了几句才知道，他们法学院的几位领导也约了蓝忘机兄弟俩在那吃饭。将车停好，一进大堂就看到聂怀桑那厮在靠窗的角落朝自己挥着手，刚落座，蓝忘机就进来了。聂怀桑眼睛一亮，一边挥手一边用甜腻的嗓音喊着西城哥。门口的两个人朝这边点了点头，蓝忘机的身后跟了几位同样西装革履的中年人，看样子应该是他们院的领导。几个人进门后直接上了楼。聂怀桑倒了杯酒递过来，不怀好意的笑了笑，大阪好玩吗？像是突然间想起了什么，魏无羡的脸颊泛起淡淡的红润，他干了一杯酒，问怀桑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对方应了一声，又将酒杯填满，不咸不淡地说，我知道的可多了去了，你指的哪方面？7年前。聂怀桑微微睁大了眼睛，放下了扇子，不是吧？你俩这误会还没解释清楚呢。误会？魏无羡有些懵，你都知道？聂怀桑也干了一杯酒，却又咦了一声，不对呀，没解开你俩怎么在一起的？脸嗖的一下彻底红了，摸了摸发烫的脸颊，他问，谁说我俩在一起了？聂怀桑不答，斜了他一眼，将卡在衣兜里的邀请卡取出来，打开，放在桌子上，还不承认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你自己看看。魏无羡这才发现，邀请卡的姓名栏处，字迹工整的写着5个大字，蓝忘机家属。大脑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一样，突然间，他听不到任何声音，就这么看着邀请卡怔怔出神许久，才发现这根本不是蓝忘机的笔记。但是经此一事，他心中那抹疑虑彻底消失不见了，想起回国后的种种，喃喃自语着，误会，真是误会。聂怀桑拍了拍他，凑得极近，宪哥，我知道你激动，但是你冷静冷静，忘机哥和西城哥下来了，正往这边走呢。魏无羡回过神来，赶紧收了邀请卡，抬头看去，正好对上了那双浅色的眸子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突然感觉这双眸里藏了很多他并不知道的事。蓝忘机坐下来没一会，就被刚进门的射连大军给叫走了，顺带拐走了聂怀桑，一行人浩浩荡荡地上了楼。一时间，桌上只剩他与蓝曦臣。放下筷子，在心里盘算着要不要找个借口溜走，胡思乱想时，蓝曦臣开了口，喂，扯出一抹尴尬的笑容，他说，叫我无羡就好。蓝曦臣点了点头，我也不拐弯抹角了，不知道这次无羡回来还会走吗？魏无羡一愣，心想，不愧是兄弟俩，怎么都这么关心我还会不会走。见他有些怔，蓝曦臣笑了一下，是我失礼了，我只是担心忘记罢了。无羡你上次离开，忘机虽不曾说过什么，但是整个人都变了。魏无羡的心咯噔一下，瞬间跳到了嗓子眼。我第一次见忘机喝酒，就是在你走后。他喝醉了，抱着手机拼了命的给你打电话，但是你一直关机。你走后这7年杳无音信，忘机甚至不知道你去了哪个国家。
他这些年拿了很多签证，去了很多你曾经提及过的地方，找了这么久，没想到你是去了英国。他一直关注着你们的圈子，但凡有新人新曲，他都会买回来听。后来他猜测陈情是你，你在社交账号上发布的那些风景图，忘机都去过，只是依旧没找到你。忘机这些年一直拼了命地工作，有一天却突然要请假，我担心是不是身体吃不消，去他家看他，才知道原来是你回来了。无限，7年来，你我虽未曾谋面，我却对你的名字熟悉无比。那是忘机藏在心底的名字，是他醉酒后心心念念的名字，也是他生病时会喊出来的名字。作为一名兄长，我真心希望忘机能幸福快乐。遇到你以后，忘机的眼里才有了情绪，你走后，他愈发的像个木偶。虽然他从未提及你回来了，但我却从他的表情里读了出来。7年了，他身上终于又有了人气儿。无限，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不管怎么样，你回来了就好。只是，我想冒昧地问一件事。魏无羡松开攥成拳的手，声音微微有些颤抖，您请说。蓝曦臣定定地看着他，笑了一下，历史还会重演吗？垂下眼帘，他一饮而尽杯里的白酒，斩钉截铁地说，不会。好。蓝曦臣站起身，拍了拍他的肩，走上了楼。听蓝曦臣轻描淡写的话语，魏无羡终于理清了乱成一团糟的思路，从最初的震惊转变到懊悔。他刚想站起身去找蓝忘机，就被一双手按住了肩，又坐了回去。聂怀桑咦了一声，曦臣哥呢？在楼上。聂怀桑哦了一声，坐在身边。刚刚我们说到哪了？哦对，说到误会，宪哥，你知道吗？你给我发消息时，忘机哥正在开会，我闯进去把信息给他看，他一脸的不相信，还跑到咱们寝室等了整整1晚。他说你就算要离开，也不会不来收拾行李的。谁知第2天，你父母就来学校给你办了退学手续，拿走了你所有行李。魏无羡猛地抓住了聂怀桑的手，开会。当时他在开会。聂怀桑疼得嘶了一声，你别激动，我还没说完呢。魏无羡松开手，急得就要吼了出来，那你快点说呀。聂怀桑喝了一口酒，忘机哥一整晚都在给你打电话发短信，直到叔叔阿姨来收拾行李，他才真的相信你走了，呆呆地站在一旁，红着眼睛看着你的行李一件一件被人打包带走，整个人仿佛被抽空了似的。